欢迎来到颐养晚年，我是李朗。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辛苦了大半辈子，等真正老了，干不动了那一天，到底靠谁？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靠孩子，养儿防老。但夜深人静时，摸着良心问问自己，看着儿女在外打拼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教育费压得他们喘不过气，咱们做父母的真的忍心再成为他们的负担吗？还有朋友觉得靠养老金、靠退休金，这个想法没错，但您算过账吗？就靠每个月那几千块，万一遇上大病小情，或者物价再涨一涨，这钱够花吗？能让咱们过上那种想吃就吃、想玩就玩，不求人、不看脸色的上等命晚年吗？今天我要跟您掏心窝子聊一件事，这事儿很多聪明人都在偷偷做，但从来不往外说。他们手里都攥着一张比儿女、比退休金可能还靠谱的底牌，这张牌守住了，晚年就是上等命；没守住，日子可能越过越难。这期内容可能就是帮您看清晚年生活的那盏灯，请您一定耐心看完。在进入主题前，如果您真的关心自己和老伴以后的日子怎么过，请先点击订阅键，关注颐养晚年的频道，并开启通知。如果您正在观看这段影片，也觉得以后不能全指望别人，想在评论区说点什么，那就请留个1，让我知道咱们是同路人。如果您对以后的养老生活有什么困惑或者担忧，也尽管在留言区留言，李朗我会尽我所能，把我的想法和建议回复给您。好了，咱们书归正传，这张神秘的底牌到底是什么呢？它不是金银财宝，也不是什么大额存单，而是一个听起来有点老土，但实际上威力无穷的东西，就是咱们自己这副身板的健康本钱，特别是那种能让你一直保持活力、生活自理，不用常年卧床吃药的身体状态。很多朋友可能会说，你这不废话吗？谁不想身体健康啊？这算什么底牌？您先别急，听我慢慢给您分析。我说的这个健康本钱，它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，而是特指咱们身体里一个最重要的压舱石，也就是咱们的肌肉和由它支撑起来的行动能力。您可以这样想象，咱们的晚年生活就像一艘船，儿女是船上的乘客，退休金是船上的给养，而咱们的肌肉和行动能力就是这艘船的船身和龙骨。船身结实，龙骨硬朗，这船才能在大风大浪里稳稳当当的往前开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如果船身漏了，龙骨断了，那这艘船就算有再好的乘客，再多的给养，也只能停在原地，甚至面临沉没的风险。很多医学研究早就证明了，决定老年人生活质量的，不是他有多少钱，而是他能不能自己站起来，自己走出去，自己照顾自己。一个能自己买菜做饭、遛弯会友的老人，哪怕退休金不多，他的幸福感也远远高于一个躺在病床上，身边有护工，卡里有存款，但哪儿也去不了的老人。可惜的是，咱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拼命地往船上搬给养，也就是攒钱，却很少有人去检查和加固这艘船的船身，也就是咱们的肌肉和身体机能。大家总觉得我身体挺好的，能吃能喝，没什么大病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其实这里面藏着一个巨大的认知误区，我们的身体机能在30岁左右达到顶峰，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尤其是肌肉，它流失的速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。这个过程非常隐蔽，不疼不痒，它不像心脏病那样让你胸闷，不像高血压那样让你头晕，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小偷，一点点地偷走你的力气、你的平衡感、你的行动力。等到你60岁、70岁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发现，怎么上个2楼都气喘吁吁，提个菜篮子手都发抖，走快一点就想摔倒。这时候你才恍然大悟，原来那个小偷已经把咱最重要的底牌给偷走了。这种情况在医学上有个很形象的说法，叫做肌少症。您可能的一次听说这个词，但它对咱们晚年生活质量的影响，可比很多慢性病要大多了。咱们常规体检会查血、会查尿、会拍片子，但没有任何一个项目会告诉你，你的肌肉还够不够用，你的行动能力还能支撑多久。所以很多人直到摔了一跤，骨头断了，躺在床上了，才开始后悔，为什么年轻的时候没多注意，
没把这副身子骨给练得再扎实一点。这个肌肉啊，就像是我们身体里的第二颗心脏，也像咱们晚年生活最忠实的保镖。您想想，咱们的心脏是靠跳动把血液泵到全身，而咱们腿上的肌肉，尤其是小腿肌肉，它每收缩一次，就能帮助把下半身的血液挤压回心脏，大大减轻心脏的负担。肌肉越多越有力，咱们的基础代谢就越高，血糖就更容易被利用和消耗，就不容易得糖尿病、高血脂这些富贵病。更重要的是，强有力的肌肉和骨骼是咱们身体的天然护具，它能保护咱们的关节，让咱们行动稳健，它能维持咱们的平衡，防止咱们跌倒。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说，最怕的是什么？不是生病，而是摔跤。摔一跤，可能股颈就断了，可能从此就卧床不起了，这个生活质量就直线下降。所以您看，守住肌肉，就是守住了行动的自由，就是守住了不被束缚在床上、病榻上的尊严，这才是晚年生活最硬的底牌。聊到这里，您可能觉得肌肉就是让咱们有劲、能走路的，但实际上，它对咱们生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，是渗透到每一天、每一个细节里的。很多您以为是人老了正常现象的那些小毛病，背后都可能是肌肉在流失，身体在预警。第一，人老了，总觉得腿脚发软，走路像踩在棉花上，很多人都觉得这是骨头的问题，拼命吃钙片。但您知道吗？支撑咱们身体重量的，除了骨头，更重要的是包在骨头外面的那层肌肉。骨头是支架，肌肉才是动力和稳定器。如果肌肉没劲了，就像一辆车的减震器和轮胎都磨平了，哪怕车的框架骨头还是好的，开起来也照样颠簸，容易散架。钙片补的是框架，但如果不补肌肉，这个框架就不稳当。您会发现，那些腿脚有劲的老人走路带风，上下楼梯不扶扶手，哪怕摔一跤，也能本能的用手撑住或者调整重心，大大降低受伤的风险。而肌肉流失严重的老人，身体反应慢，平衡能力差，稍微被绊一下，就直挺挺的倒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所以，走路发软，别只想着补骨头，很可能是您的保镖不够用了。第二，总觉得累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，精神头越来越差。很多人觉得老了就这样，懒洋洋的，其实不然，这可能也是肌肉在求救。咱们身体的能量工厂，线粒体大部分都存在于肌肉细胞里，肌肉越多，线粒体就越多，咱们身体产生能量的能力就越强。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坚持锻炼、肌肉紧实的老人，总是看起来神采奕奕、精力充沛。相反，肌肉少了，能量工厂就倒闭了，身体自然就进入省电模式，干什么都觉得累，人也越来越不想动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累，靠睡觉是补不回来的。第三，免疫力下降，小病不断，恢复的还慢。肌肉是我们身体最大的蛋白质储存库，当身体受到感染或遭遇创伤时，免疫系统需要大量的蛋白质来制造抗体和免疫细胞。这时候，肌肉就像一个大粮仓，能迅速调拨蛋白质。这支军队上前线打仗，如果肌肉不足，粮仓是空的，免疫系统就成了无米之炊，战斗力自然就弱。所以，同样是感冒，肌肉好的人扛2天就过去了，肌肉差的人可能就要拖上半个月，甚至引发肺炎。晚年生活质量的高低，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你抵御疾病和从疾病中恢复过来的速度。既然这身肌肉这么重要，那什么样的人更容易弄丢这张底牌呢？对于所有向往高品质晚年生活的朋友来说，搞清楚自己是不是高危人群，就是打响保卫战的第一步。下面这4类朋友，肌肉流失的速度可能比普通人快得多，一定要特别上心了。第一类，长期不运动或者活动量极少的人，这是最直接的原因。咱们的身体很聪明，也特别现实，他觉得哪部分用得上，就会给哪部分多分配资源，哪部分你长期不用，他就觉得这部分是多余的，就会把它给回收掉。肌肉就是这样，用进废退。如果您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家坐着看电视，出门就坐车，最远的运动就是走到菜市场，那么您的身体就会认为
既然主人不需要这么多肌肉，那我就慢慢给他减掉吧，省点能量。所以那些不爱动、动得少的朋友，肌肉流失的风险是最大的。很多退了休的朋友觉得辛苦一辈子该享福了，就开始静养，殊不知越静，身体机能下降的越快。第二类，饮食太素或太单一的中老年朋友，很多朋友，尤其是有高血压、高血脂困扰的，把少吃肉奉为金科玉律，结果天天就是白粥咸菜、青菜豆腐，觉得这样才健康。这个观念害了很多人。咱们身体的肌肉最主要的原料就是蛋白质，蛋白质从哪里来？就是从鱼、肉、蛋、奶这些食物里来。您把原料给断了，身体拿什么去合成和维持肌肉呢？这就好比您想盖一堵墙，但天天只往里送沙子，没有水泥，这墙能结实吗？很多吃素的老人看起来很清瘦，但其实可能就存在隐性营养不良的问题。他们的肌肉流失往往比正常饮食的人更快。吃得多不代表吃得好，更不代表吃对了。要守住肌肉这张底牌，优质蛋白质的摄入那是绝对不能省的。第三类，盲目减肥，体重忽高忽低的人。年轻时爱美，老了也有些人追求老来瘦，但您得知道，减肥减掉的不光是肥肉，还有很多是宝贵的肌肉。如果减肥方法不科学，比如过度节食，或者只做有氧运动，而不做力量训练，那么减掉的体重里，可能有将近一半都是肌肉。肌肉一丢，代谢就更慢，稍微一吃就反弹，结果下次再减肥，掉的还是肌肉，长的却是脂肪。几个来回下来，人就变成了瘦胖子，体重不高，体脂率很高，浑身松松垮垮，没劲儿。这种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往往比较低。第四类，有过跌倒、骨折经历，或者长期被慢性病困扰的人，一次意外跌倒，哪怕只是轻微骨折，都需要长时间的卧床或静养。大家记住我刚才说的，用进废退，卧床3天，肌肉的力量就会开始明显下降；卧床1周，肌肉就开始明显萎缩。很多老人本来身体还行，摔了一跤，在床上躺了几个月，再站起来就走不了路了。这就是因为病痛期间肌肉大量流失了。同样，像糖尿病、心脏病这些消耗性疾病，本身就会让身体处于一种分解代谢的状态，也在不断的消耗身体的肌肉，所以有这些情况的朋友更要加倍注意。那么，咱们到底该怎么守住这张底牌，让自己在晚年依然能活得硬朗，活得精彩呢？这才是今天咱们要讲的重中之重，给您总结了3条，您只要照着做，把肌肉养好了，往后的日子那真是越过越有底气。第一件事，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，叫做给身体喂对建材。咱们刚才说了，肌肉是盖房子，蛋白质就是水泥，咱们得保证每天有足够的优质蛋白质被吃进去。很多中老年朋友觉得喝点稀饭，吃点面条好消化，但这对于维持肌肉来说远远不够。您得把这些精细粮换一换，比如早餐可以喝1碗牛奶或者豆浆，再吃1个鸡蛋，鸡蛋就是最完美、最便宜的蛋白质来源。午餐和晚餐，您的餐盘里一定要有1拳头大小的肉或鱼，不管是鸡鸭鱼肉，还是猪牛羊肉，换着吃。特别是深海鱼，像三文鱼、金枪鱼，里面的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还能帮助对抗身体的炎症，对肌肉生长也特别有好处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好东西，就是豆制品，像豆腐、腐竹也都是植物蛋白里的佼佼者。您别一听吃肉就害怕，咱们这个年纪需要的不是忌口，而是均衡。只要您肾功能正常，每天吃够蛋白质，是为您未来的健康投资，不是负担。第二件事叫做给身体安排对活儿干。您光吃进去建材还不够，还得给身体一个信号，告诉他我需要这些肌肉，你赶紧给我建起来。这个信号就是运动，而且是特定类型的运动，力量训练。很多朋友一听说运动，就是去走路，去跳广场舞。这些有氧运动对心肺功能很好，但对长肌肉效果有限。真正能刺激肌肉生长的是那些需要用力的运动，比如举举小哑铃、拉拉弹力带、做做深蹲、靠墙静蹲。您可能会说，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还举铁。
别怕，不是让您去健身房练成施瓦辛格，咱们可以从最轻的开始，比如拿2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当哑铃，每天举它20-30下。看电视的时候，靠着墙做几个静蹲，坐在椅子上伸直腿，勾脚尖，保持一会儿，这些都是在练肌肉，特别是咱们大腿和臀部的肌肉，这是咱们身体的力量发动机，一定要重点练。只要您坚持，您会发现腿上有劲了，走路稳当了，爬楼也不喘了。每周坚持2到3次，每次20-30分钟，您给身体下了这个订单，它就会回报您一身硬骨头和壮肌肉。第3件事叫做给身体养成对习惯，这包括很多方面。首先是要晒晒太阳，维生素 D 对钙的吸收和肌肉功能至关重要，而晒太阳是补充维生素 D 最天然、最有效的方式。每天上午10点前，下午4点后，露出胳膊腿，晒上20-30分钟，别隔着玻璃晒，那没用。其次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咱们的肌肉不是在白天锻炼时长出来的，而是在晚上我们睡觉时身体修复和生长的。如果您长期熬夜，睡眠不好，就等于打断了肌肉的生长过程，事倍功半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坚持，守住肌肉这张底牌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，它就像每天刷牙洗脸一样，应该成为咱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您今天开始练，可能1个月、2个月看不出太大变化，但1年、2年后，您和那些从来不练的同龄人一比，差距就出来了。好了，今天李朗就跟大家分享到这，请大家记住一句话，咱们的后半生拼的不是孩子有多大出息，不是存款后面有几个零，拼的就是谁的身体能自理，谁能自己说了算，手里有劲，而脚下有根，心里才不慌。别等到走不动了，吃不下了，躺在床上让人伺候的时候，才想起来，原来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一张牌，早就被我稀里糊涂的弄丢了。您今天为这副身板做的每一次努力，流的每一滴汗，吃的每一口优质蛋白，都是在为咱们未来的上等命晚年添砖加瓦。愿咱们每一位中老年朋友都能从现在开始，把守住肌肉这张底牌当成头等大事，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得结结实实的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活得硬朗，活得有尊严。如果您觉得今天这期内容说到了您心坎里，对您有用，请您一定不吝啬点个赞支持一下，也请转发给您最关心的家人和朋友，尤其是那些总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的老伙计们，您这一转，可能就帮他找回了晚年的自信和活力。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关于如何规划晚年生活，如何科学养生，如何活得更精彩的实用建议，请您一定订阅颐养晚年这个频道，也欢迎您在留言区跟我聊聊，您为了保持身体硬朗，平时都做哪些努力？咱们互相取经，一起把晚年的日子过得热气腾腾的。咱们下个视频见。